欢迎来到洪荒世界！全球通报：第10轮文明国战擂台即将开启，请各国做好准备。我这是穿越到了平行世界的龙。这所谓的文明国战，就是让各国召唤者去争夺异世界的超凡力量，来提升国力。东瀛国召唤者绑定人法世界，获得神兽8岐大蛇认可，国民体质加10，寿命加10，积分加500。米国召唤者绑定超级英雄宇宙，奖励 MK1原型装甲，国民智力加3，寿命加10，积分加800。10轮过后，积分垫底者将不得拒绝他国所发起的国战。龙国真是不堪一击，等哲伦选择结束，我们就发起国战。他们的航天基地、跨海大桥将全部成为我们的战利品。当年没完成的事，这次用8岐大蛇来办，东亚病符就该被碾碎。完了，全完了！其他国家得到的都是怪兽、机甲、魔法，等他们发动国战，我们的士兵、枪炮挡得住这些怪物吗？难怪龙国连输9场。靠拳脚刀剑，怎么对抗外邦的魔神机甲？叶将军，一旦国战开启，我方文明覆灭概率为100%。即便胜率为0，龙国军人也会战至最后一人，誓死守卫龙国。誓死守卫龙国！这个世界的龙国文化断层了，可我来自的那个龙国，5000年文明，星河璀璨，万古流传。就你了，开天辟地的洪荒世界。各国召唤者需登台确认出战资格，米国、东瀛、高丽国已确认。我看龙国只接判弃权酸了，反正也迟早被我闷吞并。没错，龙国早该从地图上消失了。指挥中心怎么搞的？再没人上，我们都得完蛋！我不想啊，我要跑路！龙国倒计时1分钟，未出战将弃权，扣除积分100。长官，我们龙国最强的召唤师已经战败，最后一轮无人可用了。难道是天要亡我龙国吗？谁说龙国无人出战？怎么回事？以前从没见过这个召唤者。小伙子，快下去，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他是谁？我怎么从没见过？资料显示，他是江城一中的学生，从来没有过召唤经历。简直胡闹！快让他下来！报告长官，擂台已经判定他为参赛人员，无法更改。什么？请龙国召唤者江晨选择绑定的文明世界，倒计时30秒。前世躲被窝里翻网文看漫画的无数积累，终于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
尔等蛮夷就准备在洪荒世界的伟力下颤抖吧。欢迎来到洪荒世界！这是3S 级文明世界的光芒。混沌初开的洪荒，灵气果然充沛。文明等级是5，完了，他选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无世界。看这架势，我还以为龙国真召唤出了3S 级的文明世界，没想到竟然4个荒芜之地。孙老，您是国学太祖，请您告诉我，在我们残存的文化记载里，有没有关于洪荒世界的只言片语？报告元首，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记载，这恐怕是召唤者个人臆想出的虚无空间。臆想出来的虚无世界如何对抗一个国家千百年积淀的文化结晶？这简直是自杀！按照这个趋势，我们必败无疑呀！这就是龙国召唤者的世界，太可笑了！哈哈哈！这武器能挡得住我们的八穴大蛇一口吐呼吗？洪荒世界的玄妙，岂是你们这些蛮夷的凡眼能窥探的？我就说嘛，龙国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我的天！就一个老头儿，看起来还没我们公园里打太极的大爷精神。别人家的召唤者不是收服神兽，就是拿到神器机甲，我们呢，召唤个老爷爷，恐怕还得让我们龙国花养老金供着。贫道红军见过道友，不知道友从何处而来？在下江辰，自龙国而来。龙国？贫道自混沌醒来，历开天亮劫，为何从未听闻此名？我竟然无法推测此人。道友能入此地而无声无息，此等手段，贫道自愧不如。敢问道友，可否教我大道修行？我操！圣人红军居然在向我请教问题。虽然我不会修行，但我背后可是有龙国的智慧结晶。既蒙道友相询，便分享一些浅见，全当抛砖引玉。道友请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辉。这是大道真言。贫道参悟天道亿万载，自以为窥得门径，今日闻道友一席话，方知此前所学不过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我没听错吧？这个看起来是本地人的老头，在向我们的召唤者请教。
这个老头子出场看着很酷，没想到就是一个原始人。我们的召唤者早就在打怪升级，获取各种宝物，已经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他竟然只是在聊天！别人都在打怪升级拿奖励，你在干嘛？跟一个老头聊天能拯救龙国吗？动起来啊！其他国家已经在商量怎么瓜分我们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多谢师兄传道授业。不敢当，不敢当。不，听师兄一席大道真言，红军已然超脱桎梏，需即刻闭关，消化此永恒道果。从今往后，洪荒道祖尊位，非师兄莫属。什么？我成道祖了！检测到龙国召唤者江辰于洪荒世界传播大道真言，直接促成该世界至高存在达成超脱，奖励生成中。授予龙国召唤者江辰混沌至宝36品混沌金莲。超规格混沌至宝无法直接发放，兑换所需积分10万。我靠，兑换金莲竟然要10万积分！目前龙国积分为0，但拥有一次贷款积分的机会，请参赛选手确认是否贷款。这破系统是真坑啊！不过有了这36品混沌金莲，后续积分轻轻松松赚回来。这金莲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平平无奇，看着不是凡物。那系统好像说是什么混沌至宝，难道我们龙国有救了？龙国贷款10万积分，兑换36品混沌金莲，积分排名全球倒数第1。什么？负10万积分？江辰，你个坑爹货！贷款10万积分换个破莲花，这破花能挡机甲还是能打怪兽？负10万分，完了，这怎么可能在这一轮赚得回来？我们真的要完蛋了！完了，彻底完了！用10万积分换个观赏性质无真实，太可笑了！本以为弄国会垂死挣扎一下。没想到他们选了一个自杀的方式。负10万分意味着这一轮结束后，龙国的国歌将彻底抹去，所有国民将沦为最低等的奴隶。将军，国内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必须立刻联系江辰把积分换回来。接通与江辰的跨世界通讯，我来跟他说。江辰同志，我知道你有自己的考量，但10万积分的贷款已经让龙国站在了灭绝的边缘。我们希望你能……元首，这36品混沌金莲是洪荒第1防御至宝，现在的它只是未绽放，只要我以神魂炼化，一旦开花，足以护佑整个龙国。可这轮结束就要结算积分，我们连等待的时间都没有。
给我10分钟时间炼化它，那时候龙国将反败为胜。元首，请告诉龙国的同胞，我龙国屹立东方5000年，曾百族来朝，曾威震八荒。我们不是没有文明，而是我们的文明太高、太远、太深奥，这些蛮夷看不懂。传令下去，所有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要等。棒子国召唤者在天使世界获得神谕，100名国民被提升为赤宣使，战力评定 A 级，国民体质加20，积分加10000。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弄过你们的首都，今晚就会插上我们高丽的旗帜。A 级战力还100个，我们就一朵破莲花，拿什么跟人家打呀？难道天要亡我龙国不成？实力差距太大了，我们该怎么办？弄过的垃圾们，你们的破莲花能挡得住天使的圣剑吗？天使明明是我们西方神话的产物，豹子国还真是脸皮厚，又在偷我们的文化。哼，碎拉倒就是碎的。现在我们是积分榜第1，弄过你们的土地和资源，我们高丽的有料啦！都怪你！龙国人，出来受死！传我命令，所有边境部队做好全面作战准备，哪怕用人命堆，也要给我拖到最后一刻。龙国的土地从来没有不战而降的道理，就算是死，也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绝不后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绝不后退。冲！用血肉之躯对抗超凡力量，真是不自量力。等梆子国消耗掉龙国的有生实力，我们的八岐大蛇正好坐收渔利。江辰，你这个骗子！你说的希望呢？我们的士兵都在送死！要不是你拿10万积分换个破花，我们至少能淘换点能用的战力。现在我们都要陪着你一起死。快了，马上金莲就要展开。
将军，防线破了，敌人距离内陆城市只有50公里。叶将军，不能再等了，让江辰把那破莲花扔了，哪怕换个武侠世界的后天高手也能挡一阵儿啊！再次接通江辰的跨世界通讯，用最高权限。江辰同志，放弃那个莲台吧，系统会返还部分积分，足够我们换一个能立刻作战的世界，至少还有还手之力。叶将军，不用换，现在花开了。3、2、1。我绝不会允许你们伤害我龙国同胞。C 吧，你莽龙国人就是这样，总喜欢坚守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今日你莽这那么喜欢痛生 C 共爱难，那就一起回 C 吧。什么？小小棒子，安敢欺我龙国子民？找死！混沌至宝36品混沌金莲完全激活，全体龙国国民获得混沌仙气永久加持。龙国国民体质、速度、耐力全面飙升，基础战力评定完成，人均战力超越 A 级炽天使10倍。什么？人均超越天使10倍战力？我感觉现在充满了力量，犯我龙国者死！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凡人怎么会有如此力量？人均超越天使10倍战力，这根本不符合文明等级规律。赢了！我们龙国赢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赢了！龙国歼灭高丽国100名 A 级炽天使，完成文明守护任务，积分加20万，高丽国积分清零。完了，全完了！怎么回事？我的力量怎么消失了？战力消失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为何突然失效？马上联系江辰。消失了，哈哈哈！我就说哪有什么逆天之宝，不过是一次性的爆发罢了。一次性的力量也敢在国战擂台叫嚣？等我们的8级大蛇完全觉醒，定要将龙国彻底碾碎。你们别得意，等我们重新绑定更强文明，定要让你们为今日的胜利付出代价。江辰同志，战力为何突然消失？这金莲难道真的是一次性的？凡人体质承载不住混沌仙气的狂暴，看似力量消失，实则混沌之气已融入每个人的经脉骨髓，只需时间温养，便能彻底炼化，成为永久战力。叶将军放心，有我在，龙国
必不可能会输。中国真正的崛起才刚刚拉开序幕。又是这种奇怪的东西，战力刚消失就出现个蛋，江晨到底能不能靠谱点儿？别又是要贷款10万积分吧？你们仔细看这颗蛋散发出的气息，那种古老、厚重、苍茫的感觉，比之前那座混沌金莲还要恐怖，说不定藏着更恐怖的力量。再厉害又有什么用？现在全世界都看到我们的力量消失了，入侵者随时会打过来，我们总不能靠一个蛋救命吧？就是，这江晨不靠谱啊！我们这次只是运气好，我们不能总一直靠运气吧？一个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该不会是他们底牌吧？一个破蛋，等他浮出来，龙国已经被我东瀛踏平了。混沌未开，盘古孕育其中，这可是真正的创世神。尔等蛮夷根本不懂这颗蛋里蕴藏的力量有多恐怖。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劈开桎梏，方见清明。多谢道友点化，吾方能勘破迷障，破茧而出，劈开这一方混沌，开天！以身开天，以血养地，以魂护道，这便是刻在龙国骨血里的精神。从先祖披荆斩棘、拓土开疆，到先辈舍生忘死守护山河，从来都是为众生谋存续，为文明续薪火。纵使粉身碎骨，亦无怨无悔。这种牺牲，这种伟力，正是龙国万年文明不灭的根基。我不知道这位神明是谁，但他肯为众生耗尽自身的样子，和我们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一模一样。是啊，不管是远古神话还是现实岁月，我们龙国人的根就是这种无私奉献、拼死守护的精神，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以前不懂神话的意义，现在明白了，这是我们文明的魂儿。江晨选的世界藏着我们最该传承的东西。愚蠢，创造了世界，结果把自己累死了。这种生命简直是废物中的废物，有什么用？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根本不符合强者逻辑。看来你们华夏的神话果然是落后且软弱的。你们的所谓强者，不过是逞凶斗狠的匹夫，而我们的神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创世之尊。境界之差，犹如云泥。听到了吗？我们的神为天地立心，我们的先辈为家国父子，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血性，你们这些只懂强取豪夺的弹丸小国永远不会懂。还敢嘲笑我们的神话，盘古开天辟地的伟力，你们那条8头长虫连提鞋都不配。国战之时，就是你们覆灭之日。龙国不灭，传承不息，犯我龙国者，虽远必诛。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华夏儿女的铮铮铁骨。犯我龙国者，虽远必诛。可我们的积分远在你们之上。
检测到首个完整修炼体系解锁，日不落国召唤者成功绑定巫师世界，建立日不落魔法学院，解锁巫师修炼体系。修炼体系为文明核心底蕴，解锁后，该国国民可通过系统建立的专属通道，进入其绑定的修炼世界，学习并掌握超凡力量。日不落国国民现已可通过日不落魔法学院，系统性的掌握巫师魔法，形成源源不断、可持续成长的超凡战力。什么？可持续战力？这意味着他们能批量培养魔法师，而不是靠单次任务奖励。一次性的爆发终究只是昙花一现，能够不断产出超凡战力的修炼体系，这才是国战中真正的杀手锏。魔法一出，万法臣服。从此刻起，神明与怪兽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国战的舞台将由我们日不落帝国的魔法师主宰，我们必将无敌于天下。伟大的日不落国，我们愿意臣服于您，恳求大人们能赐予我们一丝学习魔法的机会。我国所有的资源都愿意上交，只求能让我们国家的士兵有机会进入日不落魔法学院学习。可恶，安德森！立刻马上解锁修炼体系，绝对不能让日不落帝国踩在我们头上。德鲁因体系还在等什么？马上让召唤者解锁修炼体系，尽快培养我们自己的核心战力，不惜一切代价，让所有国民都能修炼查克拉。霸气大蛇加上超级战力大军，我们第一个就要拿下龙国。米国解锁超级战士修炼体系，建立米国局训练营，可批量培养超级战士，积分加5000。东营解锁查克拉忍术体系，建立忍者村，可批量培养忍者，积分加4000。他们都有可持续战力了，我们的呢？我们的修炼体系呢？为什么还没动静啊？这个进度条为什么一点都不动？江晨到底在干什么？他到底行不行啊？龙国果然是扶不起的阿斗，连解锁一个修炼体系就这么困难，呵呵，注定要被我们踩在脚下。没有可持续的战力产出，再强的一次性爆发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烟火罢了。龙国，看来你们可以提前准备灭国了。看来龙国那贫瘠的文化底蕴已经没了，接下来就等死吧。我们梵天神系的修炼已经初具规模，看来瓜分龙国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分一杯羹了。洪荒世界乃万法之源，大道之始，其修仙体系一旦解锁，便是万法归宗，镇压一切。井底之蛙，安知瀚海之阔？星空之高，魔法、忍术、超级战士，不过是食人牙慧的旁门左道，又怎能与开天辟地、演化万物的大道相提并论？盘古元神秉天地造化而生，何该一气化三清，分掌天地人三界大道，可证混元圣人之位。哈哈哈，又在搞这些花里胡哨、故弄玄虚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这种光影把戏？这种东西能当饭吃吗？能挡住我们的忍者大军吗？连最基础的修炼体系都没有，现在搞出3个虚无缥缈的影子又有什么用？这纯粹是在自欺欺人，上演最后的疯狂罢了。
清为天，浊为地，清浊分化，阴阳调和，大道归真，三清合一，请速速化形。道可道，非常道。灵宝天尊安慰身形，多谢小友知晓我等的存在，才能来拯救龙国。愿与小友并肩作战，护佑龙国文明。三清与我并肩作战。龙国召唤者江辰成功请下三清，解锁顶级文明传承洪荒修仙修炼体系，阐教玉虚宫，截教碧游宫，即将降临现实世界龙国东西昆仑山脉，开启天道传道。自此刻起，全体龙国国民皆可通过系统专属通道，前往两大宗门拜师学艺，修炼无上仙法。龙国积分加10000。立刻命令龙牙、麒麟两大特种部队所有成员立刻放下手中任务，通过系统通道，即刻进入玉虚宫、碧游宫，不惜一切代价学习仙道，务必在最短时间内给我形成一支可以作战的修仙者部队。龙国批量产出仙道战力，完成文明传承落地任务，积分加15000。仙宫是真正的仙宫，都给我看着，这就是洪荒修仙的底蕴。以后看谁还敢欺负我们龙国！哼！怎么可能？短短时间内培养的战力就超越了我们耗费无数资源才制造出的超级战士。修仙体系，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文明传承？为什么他的成长速度会如此恐怖？不过是些装神弄鬼的把戏，看着唬人罢了。我们的巫师掌握的是宇宙的本源元素魔法，能够呼风唤雨，改变地貌，岂会怕这种虚无缥缈的修仙？哼，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力量体系，谁知道里面暗藏着多少致命的缺陷？真到了战场上，未必能敌得过我们熊人战士。一记狂暴的冲锋，日不落国的巫师大人，龙国不过是侥幸解锁了未知体系，便敢凌驾于各国之上。不如我们联手，让他们见识一下正统力量的厉害，逼他们臣服。正有此意，就让我们的魔法撕碎他们的修仙幻境。龙国的废物们，听好了！今日，我大东瀛帝国的忍者军团，加上日不落帝国的巫师联军，定要踏平你们那所谓的仙宫，让你们所有的修仙者都跪在地上，向我们摇尾乞怜。两个手下败将还敢联合起来挑衅，你们休想得逞！我们的修仙者可不是你们这些旁门左道能比的。想欺负我们龙国，想踏平我们的昆仑圣地，先问问玉虚宫和碧游宫的仙人答不答应？犯我龙国者，虽远必诛！犯我龙国者，虽远必诛！犯我龙国者，虽远必诛！洪荒修仙乃万法之源，你们那些所谓的魔法与忍术，不过是窃取天地灵气的一点皮毛手段，在真正的仙法面前，便如同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不过是装神弄鬼的把戏，立刻给我毁了他们的仙宫，让他们看看魔法的厉害！这么多顶尖的巫师和精英忍者联手，12金仙他们能顶得住吗？万一仙宫被攻破，我们刚刚燃起的希望就彻底没退路了。对方的魔法和忍术都是在之前的国战中经过无数次检验的成熟体系，
我们的修仙体系才刚刚解锁，弟子们也才刚入门，会不会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尔等蛮夷，胆敢冒犯仙门圣地，当真是自寻死路！魔法学院难登大雅之堂，他想干什么？难道他想跨越世界，摧毁我们的日不落魔法学院吗？从今日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龙国阐教12金仙出手，摧毁日不落国日不落魔法学院，覆灭其巫师修炼体系，积分加2万，稳居全球第一。赢了！我们赢了！仙法无敌，洪荒无敌！哈哈哈哈！看到了吗？这就是挑衅我们龙国的下场。之前的嚣张劲儿呢？现在知道我们龙国修仙的厉害了吧？这就是华夏神话的底蕴，这就是龙国的力量。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魔法体系和忍者大军，集合了2国之力，却连我弟子的一击都接不下，还真是不堪一击。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传承1000年的魔法，怎么会输给这种闻所未闻的东西？龙国，你们等着，我们日不落呆国一定会报仇的！八岐大蛇，立刻觉醒！我们不能就这么输了！米过大人，龙国的修仙体系太过诡异，我们愿意臣服，只求你们出手，帮我们覆灭龙国。米过大人，你们拥有追仙经的超级战士，一定能责治他们的仙法。求求你们出手，为我们报仇，没了龙国！该死！没想到龙国隐藏的这个修仙体系，竟然强到了如此地步，以及覆灭一个国家的修炼体系。这种雷量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真是可恶！龙国不过是侥幸解锁了强力体系，但我们的超级战士不要高兴得太早。下一次国战，我莫将倾巢而出，我们必将斩碎你们的仙宫，覆灭你们的修炼体系。那我们龙国等着，不过希望你们能争点气，别像他们这群废物一样不堪一击。通知召唤者，加速复仇者联盟的战力磨合，随时准备发起国战。这一次，必须让龙国彻底消失。哼！洪荒世界的仙道传承，才刚刚崭露冰山一角。三清座下还有无数弟子，更有红军道祖的传承尚未解锁。米国的超级战士是什么垃圾？师祖，幸不辱命，日不落魔法学院已尽数摧毁。那些所谓的魔法与忍术，在我等仙法面前，如同孩童玩闹，实在无聊至极。尔等所言不错，他们所修皆为旁门左道，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唯有洪荒仙道，才是凌驾万物的无上大道。眼下米国蠢蠢欲动，其超级战士体系虽不及仙道，却也不可小觑。你们即刻返回玉虚宫、碧游宫，全力提升龙国军人的体质根基。唯有筑牢肉身根基，才是国之根本。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他们的超级战士怎么变得不一样了？看起来好像变得非常强了。米国召唤者成功解锁超级基因进化体系，超级战士完成超级基因进化，诞生多款强力形态，战力全面飙升，获得宇宙级战力梯队认证。这是什么级别的力量？
这种纯粹的肉身进化，竟然能强悍到撕裂合金的地步。它的速度甚至已经引起了局部的视控扭曲，这根本不是凡人能够触及的领域。这是在招神。完了，龙国的修仙体系已经够恐怖了，米国又出现这种超级基因战士，我们这些夹在缝隙里的小国家，连当棋子的资格都没有了，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生存空间了。这米国的超级战士进化后也太恐怖了吧！一拳就能砸穿地面，速度快到出残影。我们的军人还在淬炼体质，能顶住吗？别怕，我们有12金仙指导，还有洪荒修仙体系，只要军人能尽快炼化混沌仙气，战力肯定比这些超级战士强。我们龙国几千年的底蕴绝不会输。龙国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力量，这才是文明进化最完美的终极形态。你们的修仙体系不过是过时的神话糟粕，世界第一的宝座只能属于米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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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龙国那什么修仙体系，在这种力量面前就是笑话。这次龙国必逝无疑。龙国废物们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文明力量。我们愿意全力追随米国，亲手踏平你们的仙宫。太好了！有米国的超级基因战士出征，定要将龙国打得寸草不生。包之前的臭！江晨，你也看到了，米国的超级基因战士战力太过惊人，我们的军人面对这样的敌人恐怕难以抗衡。你可有破局之法？所谓的基因进化，说到底，不过是这种低等文明透支生命潜力、挖掘肉身未渣的旁门左道。即便他们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也终究跳不出这副凡俗肉身的桎梏与因果。而我们的洪荒修仙体系，我们修的是统御天地的大道本源，练的是不灭元神与万劫不坏的金刚之躯，引的是这宇宙最初的洪荒伟力。根基之差，犹如皓月与萤火，云泥之别。只要我们的军人筑牢了体质根基，将我赐下的混沌仙气彻底纳为己用，那便是一步登天。到时候，他们举手投足间，皆可引动天地异象，那是真正的毁天灭地之威。江晨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真的能打过这些超级战士吗？肯定是真的。江晨先生说，我们也能拥有毁天灭地、引动天地的力量。这不是神话，这是我们即将掌握的现实。我相信江晨先生。既然米国人能制造怪物，那我们就变成真神。只要能守住龙国，练废我也甘愿。相信江晨，我觉得我们修炼的体系蕴藏着恐怖的力量，一定可以打得过这些超级战士。那些所谓的超级战士，在真正的仙道战力面前，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不堪一击。好，我相信你，我们会全力配合12金仙，督促所有军人加速修炼，绝不拖后腿。师兄周身混沌之气纯粹无敌，道运更是深不可测。我怎么闭个关出来，他变得更强了？师兄大道已成，实乃洪荒之幸，天地之福。闭关结束，恭喜修为更进一层。若非师兄指点，贫道闭关也难有此番进意。贫道斗胆，想与师兄再论大道。既然你有此心，那便做吧。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道之所在，并非在于力量的堆砌，而在于那抹不存之存。
不在之灾。贫道以为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合道之后，方知天道之缺，亦是众生之求。我靠！我就和红军论个道而已，结果这方天地的法则被共鸣，竟然提前把沉睡在混沌裂隙里的3000混沌神魔给演化出来了。这是什么怪物？好恐怖的气息！那些怪物的眼神，光看一眼我就感觉灵魂要裂开了。完了完了，这么多凶神恶煞的神魔，江辰就算再强，恐怕也难以抗衡啊！我们龙国不会要完了吧？哈哈哈哈哈哈！龙国完了，这等恐怖的神魔，就算是我们的超级基因战士也挡不住。江辰这次是定了，天助我也！让这什么撕碎江辰，踏平龙国！我美的浮沉之日到了！不好，是3000混沌神魔，这些是混沌初开时被放逐的残暴神魔，他们没有理智，唯有杀戮本能。按洪荒旧历，他们诞生之日，便是天地重归混沌之时。师兄小心！我靠，这怎么搞？我虽修为高深，却也没把握同时应对3000混沌神魔啊。刚刚论到的经文飘向3000混沌神魔，将其笼罩，使其戾气尽消，归于沉静恭顺。吾等参见江辰道尊。我靠，这什么情况？他们的凶烈之气竟然意外化解了。这是什么情况？这些恐怖的神魔竟然跪拜江辰！江辰牛逼，道尊威武！原来这些神魔是我们龙国的战力！那群毁天灭地的神魔，叫他道尊，我们龙国要无敌了！不愧是江辰，不愧是洪荒大道。师兄大道之威，远超贫道想象。3000混沌神魔皆愿臣服，此乃洪荒之幸，更是龙国之幸。尔等既已化去凶性，便留在洪荒世界修炼，守护此界安宁。日后龙国若有需，可听候调遣。谨遵道尊法旨。此番变故倒是出乎我的意料。龙国召唤者江辰意外度化3000混沌神魔，平定混沌异动，契合洪荒大道核心，奖励3000大道之力，奖励3000神魔之体。3000大道之力可融入龙国修仙体系，提升整体修炼效率。3000神魔之体可自由分配给华夏军方人员，直接淬炼肉身根基，突破体质上限。3000大道之力，3000神魔之体，江辰牛逼！我们龙国要彻底崛起了，还能自由分配给军方。有了神魔之体，我们的军人再也不用怕米国的超级战士了。太好了，有了这些奖励，华夏军方的体质将迎来质的飞跃。江辰果然没让我们失望。龙国的军方要是都拥有这种体质，我们的超级基因战士还有胜算吗？本来意味圣魔能灭了江辰，结果反而给龙国送了这么大的复利，我们还能有复仇的机会吗？师兄果然是天命所归，此番奖励不仅能壮大龙国，更能稳固洪荒大道，实乃天地之福。叶将军，3000神魔之体奖励已到，即刻统计华夏军方人员名单，将神魔之体逐一分配下去。
配合12金仙的指导，军方战士定能横扫全球。谨遵江辰先生指令，我们马上统计名单，全力配合。恭喜龙国突破10万大关，积分远超其他国家。即刻起，买国俯抽联盟组建完成。诸位，手套到手。这6颗宝石分别掌控力量、空间、时间、现实、性灵、灵魂6大宇宙法则。有了它，再加上复仇联盟的战力，龙国那些所谓的修仙者不过是待宰的羔羊。安德森大人英明，此刻正是进攻的最佳时机，趁他们战力微弱，一举覆灭龙国，夺取世界主导权。说得对，传令下去，3天后正式发起对龙国的全面攻占，务必一战攻城，让龙国彻底臣服。视角切换中。高丽国意外触发远古传承，解锁顶级天使之力，国民体质全面提升，获得神圣属性战力加成。米国的无限手套算什么？龙国的洪荒修仙更是落后的糟粕。从今天起，世盖的主宰者是我们高丽国。安德森，把无限手套交出来，否则我们的天使军团将踏平米国狙击地，让你们彻底消失。不知死活的蝼蚁也敢觊觎无限手套，既然你们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棒子国挑衅米国，被无限手套抹杀，文明传承断绝。这也太强了吧！无限手套竟然能直接把一个国家的文明彻底抹除，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太恐怖了！我的天，这就是6大法则的力量吗？安德森动动手指就灭了一个国家，这谁能挡得住？米国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无限手套的威慑力远超想象。还好我们站对了队伍，不然下场和棒子国一样。无限手套竟然强到这种地步！只要米国灭掉龙国，我们就能趁机崛起。米国现在的战力已经是碾压级别的了，龙国恐怕真的撑不住，世界格局要彻底变了。看到了吗？这就是挑衅米国的下场。什么垃圾天使之力，在无限手套面前，连替鞋都不配。龙国，你们听好了，3天后，我们复仇联盟将兵临昆仑献贡，要么乖乖臣服，成为米国的附属文明，供我们驱使；要么就像高丽国一样，彻底从世界上消失。江辰先生，米国叫嚣3天后发起全面国战。叶将军无需担忧，无限手套虽掌控6大法则，但终究是外物，且使用者修为低下，无法完全发挥其威力。更何况，我们的修仙者已吸收3000大道之力，获得神魔之体的军方人员也已初步炼化力量。如今的龙国战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让他们尽管来。我会让安德森和他的复仇联盟知道什么叫大道之下皆为蝼蚁。好，我这就传令下去，让全军做好战斗准备，配合先锋战力，迎战米国。龙国必胜，仙法无敌，让米国知道我们的厉害！宿命战团进军！尔等宵小，
受死！域外势力之辈，接我一击吧！不可能！怎么会这样？竟然被碾压了！一群废物！没想到你们竟然能逼我动用雾线手套的全部力量。不过，游戏到此结束了。龙国所有人听着，立刻放下武器，臣服于密国，成为我们的附属文明，否则我只需要一个响指就能抹杀你们一半的人口。这怎么可能？不，这不是真的！我们完了！安德森，你太小看这片土地孕育出的文明了。我们龙国5000年风雨，从未向任何霸权低头。我们龙国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威胁，更不可能沦为他人的附庸。我们敬畏生命，但绝不畏惧困难。我龙国亿万儿女，皆愿为家国赴死。我们的脊梁宁折不弯。甘愿赴死！甘愿赴死！说得好，绝不臣服！我龙国二郎齐聚区区法则之力，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就是龙国人的骨气。万众皆真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乡巴佬！你们以为凭几句口号就能对抗咪国巴巴的无限手套？那可是掌控生死的法则之力，放眼游走都无人难挡。识相的赶紧跪下求饶，或许还能保住一条贱命。真是笑死个人人！哼，看来你们是执意要自取灭亡。我再给你们最后一句机会，10秒钟内放下武器投上。10、9。这种戏法，玩一次叫创意，玩多了就叫尴尬。你大可试试，看看你那所谓的法则，究竟能不能动我龙国半根汗毛。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们龙国非要造次，那我就成全你们去死吧！哎，我没死，我还活着，我还活着！不是说让我们灭半数之人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对呀，不是很厉害吗？你到底行不行啊？我还以为多厉害，结果就这，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法则？什么垃圾法则手套，毛用没有，差点就被他给骗了！怎么可能？无限手套怎么会失效？这可是掌控法则的力量。什么情况？相纸怎么没用？安德森大人不是说这是上帝的力量吗？是我看错了吗？龙国人怎么都没事？难道龙国的修仙文明已经强到了可以火灭宇宙法则的地步？不可能，肯定是无限手套坏了，不然这怎么可能法者之力对龙国没用？别白费力气了，你的法则源自这片星空的物质规则，但我所修的是凌驾于诸天万界之上的大道。你的这点法则之力，在我面前不过小儿科。不可能！大刀怎么可能被人掌控？你再骗我，你一定在骗我！
既然这东西没用，那就没必要存在了。你我的宝石，我的力量！不，这怎么可能？无限手套和宝石竟然被你捏碎了！没什么不可能的，你眼中的神迹，在我眼中不过是沙粒。接下来就是你了。快救我，超级英雄！给我拦住他！此战结束了。不，安德森有无限手套加持，怎么会轻易被抹杀？我的天，那可是无限手套，能覆灭一国的神器，竟挡不住龙国一人。完了，全完了，安德森死了。我们的超级战士全都败了，龙国到底是什么怪物？启动所有战备武器！我不信核弹、星际战舰挡不住一个修仙士！文明国战终极对决结束，龙国召唤者将沉，覆灭米国超凡战力核心，摧毁无限手套及6大法则宝石，完成文明霸权终结任务，奖励积分加50万。龙国当前总积分128万，全球积分实时刷新。米国剩余积分32000，东瀛剩余积分28000，日不落国剩余积分25000，龙国积分128万，断层领先全球。看到了吗，老伙计们，你们都看到了吗？我们龙国终于又一次站在了世界之巅，此生无憾，此生无憾啊！江辰，断层第一，我们龙国是全球第一，放！江辰牛逼，龙国牛逼！之前的嚣张劲儿呢？无限手套呢？超级战士呢？还不是被我们龙国按在地上摩擦。从积分垫底到断层领先，从濒临灭国到文明霸权，这就是我们龙国的力量，这就是华夏神话的底蕴。这龙国他太强啊，这可怎么办？龙国积分竟然断层领先了，太恐怖了！安德森将军彻底死了，我们的希望没了。我之誓，凡犯我龙国者，无论来自何方，自称何神，有何倚仗？皆是格杀勿论。Oh my god！ 米国拥有无限手套都被像蚂蚁一样解决了。龙国现在的力量已经完全超乎了想象，这是真正的神国。我们以后该怎么办？万一哪则话说错触怒了他们，下场会不会和米国、邦国一样？还能怎么办？修仙体系、神魔之体、3000大刀，还有那位神不可测的江辰。啊！这根本就不是任何国家能够抗衡的力量。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祈祷，祈祷他们不会主动对我们发起国战。完了，
彻底没有反叛的机会了。八岐大神人属体系，在那种凯天匹敌的力量面前，连蝼蚁都不如。快，让我们的召唤者技术解锁更强的魔法，哪怕是禁忌巫术也行。我感应到了远古神系的残留气息，但即便是这股力量，也远不及龙国大刀的1/1000。那是万全凌驾于我们认知之上的创世纪本源。米国召唤者更替完成，新召唤者杰森·瑞德绑定星际战甲宇宙，获得创世级战甲认可，国民战力临时+5，积分+10000。将臣，龙国，你们以为杀了安德森，会了无限手套，就能高枕无忧了？安德森不过是个依赖外物的蠢货，而我，杰森·雷德，还是力量本身。我会带着星际战甲的终极力量，联合所有不服龙国的文明，他贫困沦仙宫，摧毁你们的修仙体系，让你们为安德森的死，为米国的耻辱，付出千百倍的代价。杰森大人必胜！创世纪战甲，听到了吗？那可是创世纪的力量，一定要灭了龙国，报仇雪恨！立刻调动所有资源，配合杰森大人解锁战甲全部权限。这一次必须让龙国从世界上消失。哼，说大话谁不会？米国换了个召唤者，还是改不了口出狂言的毛病。你们以为靠所谓的创世级战甲，靠联合其他文明就能撼动龙国？你们忘了，龙国从不是靠霸权立足，而是靠5000年文明的薪火，靠亿万儿女的热血，靠守护家园的正义之心。我们从积分垫底到断层领先，从濒临灭国到守护文明，靠的不是欺凌弱小，而是犯我必诛的骨气。你们想战，我们便战！精品一国之力，绝无可能召唤远古主神。有我们卑微6国联手，共享文明底蕴与积分，方能唤醒12诸神的乘水之力。同意，只要能抗衡龙国，我们逾越交出所有储备积分。我给你的机会只有一次，事不宜迟，立刻组建北欧联盟。同意，集中所有资源，启动远古神系召唤仪式。北欧6国组建北欧神系联盟，共享文明积分与传承，启动远古神系召唤仪式，消耗积分10万，召唤成功，唤醒12主神之神后赫拉，获得神后权柄加持。北欧联盟国民体质+15，神力亲和度+20，积分+8万。我乃赫拉，众神之王。尊敬的身后赫拉，龙国将臣凭借皈依修仙体系，以戒炼伏灭米国、棒子国，碾压东瀛电书与日不落魔法，次子小长8户，视万国如无物，更扬言要一统卷丘文明，将主神信仰尽数擦灭。区区凡俗之界，竟有人妄图凌驾神域之上。本后执掌神族秩序万载，岂容此等僭越之徒肆虐？赫拉大人，
龙国不仅战力归异，更屡次羞辱各国文明，称我等神话皆为蛮夷小道。此次国战，他们神志扬言，要拆借主神神歌，验究所谓大道本源。此乃对神族至高误伤的邪妒。他们摧毁日部落魔法学园，抹杀炽天使，捏碎无限手套，如今又公然吊行神后威严。若再不制止，只怕整个深溪都将沦为他们的他教石。恳请神后出手，镇压此梁，重塑万邦秩序。江臣尔窃取议事之力，扰乱文明平衡，更对诸神出言不逊。本后以神后之名，命你即刻解散修仙体系，交出洪荒掌控权，向万国俯首称臣，否则便让你龙国山河崩碎，亿万子民永世为神域奴仆。哈哈哈哈哈哈哈！是神后赫拉，掌控神运秩序的至高存在。现在传令下去，全军做好准备，待赫拉大人击败江臣，我们便惩戒瓜分龙国资源。哈哈哈哈！赫拉大人英明，我等愿配合神后，共灭龙国，共享胜利果实。什么神后？一来就让我们臣服？凭什么？真以为我们龙国是好欺负的？江辰先生还没说话呢。北欧神后不过是异域神系的旁支罢了。想镇压龙国，先问过我华夏神话的上古正神。后土娘娘，有请临凡。道友唤我何事？有劳娘娘显圣，此方异域之神欲以其所谓的神域秩序，强行压制我龙国地道，言语间更是对我华夏万民多有不敬。道友客气，洪荒大地乃万物之母，亦为龙国之根基。一神雷电虽可撕裂苍穹，却休想撼动我后土分毫。你执掌你的神族权柄，本座不予正评。然则龙国之地乃受洪荒大道庇护，万灵共生之所，轮不到你这异域神族在此指手画脚。仅凭一方后土，也敢与神域抗衡？龙国后土便是本座的底气，岂容你放肆？大地之神，不过是一方水土之灵，也敢阻我神域权杖？神罚秩序之矛，给本后灭了他们！起！连身后赫拉倾尽全力的身法一击，都被如此轻描淡写的化解了。那可是北欧神话中执掌之虚的主神啊！龙国这位大地女神，究竟是什么层次的存在？不可能，神后的神罚之矛怎么会？
怎么会连塌方语都拨不开？撤退，快！让所有前线准备进攻的部队立刻撤退。在身后，下一步指令下达前，任何人不准轻举妄动。这是什么力量？并非元素，也不是法则。这个女人，她并非普通的神，她本身就是这片大地意志的化身。强行攻击她，等于是在攻击这个世界本身。该死！这些凡人究竟从哪里召唤出了这种级别的存在？洪荒之道，包罗万象。我承大地之治，护的是这方水土养育的万民，守的是这文明不灭的根基。龙国之力源自天地正道，源于文明传承。你若执意以神罚之名行侵略之实，那就怪不得我们了。哼，龙国将臣，你与你的修仙体系已被神域标记，待诸神齐聚之日，再论高低。检测到至高神性对峙，龙国成功抵御神后赫拉神罚攻击，触发大地守护法则共鸣。龙国疆域地脉稳定性永久加 30%， 灵气恢复速度加 50%， 国民体质与大地亲和度小幅提升。北欧联盟消耗大量积分召唤赫拉，未能取得战果，积分减3万。当前北欧联盟积分15万。道友，此间事了，吾当归于地脉。龙国山川，永为尔后盾。恭送娘娘。今日后土娘娘显圣，只为守土，不为征战，这是我龙国传承中的人。但若再有谁敢将我龙国之仁慈视作可欺之软弱，肆意入侵龙国国土，大道洪荒之力必将尔等之文明传承镇压，彻底抹除。龙国境内魔神祭行。不可能！我们耗费了10万积分才召唤出的至高神，竟然直接离开了。那个大地女神，还有那个江臣，他们竟然敢威胁我们！赫拉大人根本就没有动用真正的权力。这不是战败，这只是战略性的暂时休战。对，一定是这样。还扔着干什么？立刻联络其他神系文明，希腊、埃及、天柱，告诉他们，龙国德修线体系是所有神化文明的公敌。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召唤出更强的神帝，将龙国称帝踏平。没错，龙国不过是云7号，等我们集齐祖身之力，定要让他们为今日的修游付出千百倍代价。奥林匹斯圣火不息，以太阳石阿波罗之名，我献上吴国之信仰，请神降临凡，焚尽不敬之邦。卑微的东方神妻，汝等以污秽的大地之发，侥幸地遇了和赫拉的身法，倒已未可以藐视奥腾庇斯的威严了吗？今日吾以太阳真火分你献功，连你大刀太阳神阿波罗，执掌太阳本源的真正至高神明。赫拉的神威更加纯粹，更具破坏力，龙国这次必死无疑。9日通天，分尽万物。我看他们那所谓的大地之力，老何地挡着来自宇宙本源的太阳真火。9日同天，呵呵，真是似曾相识的场景。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古老传说。洪荒英灵，剑贯长空，射日之志，永镇苍穹。后羿道友，请现身。这是咱们新召唤的神，怎么看着和咱们村口最能打的那个壮汉没什么两样啊？
你看对面那个阿波罗，浑身金光闪闪，坐着战车，弹着竖琴，一看就是大神。我们这位，他就一把看起来很旧的弓和几支破箭，这能打得过那个太阳神吗？看见了吗？这就是龙国所谓的地运，已经黔驴技穷了。派个光着膀子的野蛮扔出来抽数，太阳神一根手指头都能把他碾成粉末。果然是蛮荒之地的文明，以为靠蛮力就能对抗神奇，愚蠢之极。等一会儿，阿波罗大人的太阳真火会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生不如死。赫拉达人之前只是溜手，这阿波罗可是执掌太阳本源的主神，这凡夫俗子的破剑，哼，连靠近烈日都做不到，纯属自取其辱。伟大的太阳神大人，请您降下神法，分尽他卑贱得肉身与污秽的神魂，将这些无知的凡人彰显您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神威。后羿道友，今日龙国遭异域太阳省挑衅，9日当空，涂炭生灵，需借道友神剑一用。道友客气，凡为祸我龙国苍生者，纵使是高悬天际的神明烈日，我后羿之剑亦能射落。凡夫也敢称射日，今日便让你见识真正的太阳神威。借我神技，分天寂灭。这才是太阳神的真正力量，分天灭地，无可匹敌。龙国的破弓烂箭，在这种绝对的力量面前，狗屁不是。这才是我等生气应有的威严。阿波罗大人必将覆灭龙国，用他们的灰烬重铸我们的荣皇。这威力也太恐怖了，后羿道友能顶住吗？火焰都快烧到眼前了。不过是借太阳之力逞凶，也敢称焚天？我之神剑，哼，专射虚妄烈日。不可能！我的太阳鼻剑只能被凡剑攻破。太阳之盾，给我出来！这不可能！你究竟是什么怪物？3层由诸神支撑的太阳护盾，竟然都挡不住他的倚剑，这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力量？后羿道友牛逼！后羿道友威武！你这异域太阳，不及上古10日万一，也敢在龙国撒野！后羿道友神威不减当年，这第2剑便送他归位。我乃奥林匹斯至高无上的太阳神，执掌光与热的君主，岂会败于你这卑贱的凡夫之手？我要你死！我要你和你的文明一同化为灰烬，诸神分界！阿波罗大人必胜，分尽一切。就算剑能破盾，也绝对挡不住这亿万碎片的无差别攻击。哈哈，龙国这次死定了。9剑齐发，诸神灭日。既敢来犯，岂有退路？龙国后羿斩杀奥林匹斯太阳神阿波罗，覆灭希腊神系，核心战力积分加80万。不可能！太阳的光辉是不灭的，怎么可能会输？这不可能！有一位主神级的存在，就这么陨楼了。龙国到底藏着多少强者？赫拉大人退避，阿波罗大人被射杀。龙国到底还隐藏着多少我们闻所未闻的恐怖存在？
这个龙国就像一个无底洞，每一次我们以为赶到了他们的底派，他们总能挠出更恐怖的东西。打了这么多轮了，还是打不过龙国。唉，他们那个所谓的洪荒世界，其潜力远越顾们的想象。不能就这么酸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不过是赢了2位神器，我们还有10位主神未登场，我就不信龙国还能召唤出更强的存在。我们必须反击。我们奥林匹斯深系还有1位无敌的存在。我提议启动终极召唤之势，消耗所有剩余积分，邀请智慧与战争女神雅典娜降临，一定要为阿波罗大人报仇。北欧联盟消耗50万积分，召唤奥林匹斯12主神之雅典娜，绑定智慧神格战争神权。北欧联盟国民战力加20，战术领悟力加30，积分加30万。这才是真正的诸神级战力，智慧与战争双加持。龙国呢，谢曼一神器根本不是对手。雅典娜大人可是亲身参与并打赢过主神之战的伟大存在。之前的后羿不过是侥幸得手，在雅典娜大人面前，他连出剑的机会都不会有。雅典娜大人，此乃奇耻大辱，恳请您为威达的奥林匹斯复仇，用您的智慧与无力分尽他们的仙宫，碾碎他们的乍道。倭章之会，洞悉万物变化，倭沃占正，主宰万灵生父。今日，我便以身域的最高规则，碾碎你们那所谓的洪荒。洪荒有女仙，三霄镇寰宇。今逢异绪神扰，有请三霄道友驾临凡尘。一次性召唤3位女仙，龙国的洪荒世界，到底还藏着多少这样的强者？郑墨辉竟然有3位通级别的神器，尔恒是何方神圣，竟敢诛揽倭神域之法？吾乃云霄，此乃吾妹琼霄、碧霄，我等乃洪荒三仙岛三霄是也。今日在此，特为恭送异域神奇，回归本来之地。三霄娘娘牛逼，这阵容直接碾压！看看雅典娜还怎么嚣张，我们龙国的女仙才是真的战力天花板。雕虫小技，有鼠了，我们有鼠了！到底这么回事？我们的神咋会这么弱？几乎每次都是被秒杀。完了，一切都完了。就算吾们有这么多神，依旧不是龙国的对手。不公平！3打1算什么笨事？龙国只会1多欺少。有种1对1较量，你们根本不敢正面狂恨雅典娜大人的大力一击。觉得不公平，无妨。北欧联盟、米国、东瀛，你们所有未登场的神奇，今日尽可一起出手。我龙国洪荒大道在此，尔等诸神也好，战甲也罢，尽数来战。我江辰今日便让尔等知晓，龙国之地，万神来寇，亦当斩之。龙国召唤者江辰发起万神来战挑战，触发洪荒霸气 buff， 龙国所有战力全属性加 50%， 大道威压永久生效。
装腔作势。龙国肯定是穷途末路了，才敢说这种大话唬人。他们就是怕我们联手进攻。杰森大人说的没错，3打1才侥幸赢了雅典娜，他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对抗我们所有文明的联手？真要面对我们所有战力，他们必败无疑。现在就是覆灭龙国的最佳时机。别被他的气势吓住，我们还有8位主神没登场，联手米国的星际战甲，东瀛的扔树大军，顶他平昆仑仙宫。江辰先生，这是不是太冲动了？一下子挑战所有国家，这也太冒险了。那可是全世界的超凡战力啊！是啊，这样子实在是太冒险了。虽然相信江辰先生，但对手实在太多了，万一有闪失，龙国就彻底完了。你真的有把握同时对抗所有敌对阵营吗？这可不是儿戏，这关系到我们整个文明的存亡。把握？叶将军，你太高看他们了，就他们这种货色，还不配做我们龙国的敌人。在我眼里，你们在座的所有敌国，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垃圾。法克，狂妄之极！这个该死的龙果人！杰森大人，请您立刻下令，把那个江辰随丝剜断。我们一定要让龙果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巴嘎亚龙，发起总攻！立刻发起总攻！动用我们所有的忍术和伟大的八岐大蛇，将龙果从地图上彻底碾碎！万神之王，我们伟大的父神，宙斯大人，快快降临吧！亲您降下身罚，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威！八岐大蛇完全觉醒，忍者大军全员出动，目标昆仑仙宫，不死不休。我觉醒了远古神域，我感受到了福神的回应，无需消耗积分，福神将亲自降临，审判这些亵渎神威的犯人。我们至高无上的神王，万神之主宙斯！北欧联盟触发，神域觉醒，免费召唤奥林匹斯，至高神宙斯，绑定万神权柄。北欧联盟国民，全属性加50，积分加100万。宙斯大人是我们的至高神，众神之王宙斯大人，之前所有的神明加起来都不及他1/1000的力量，龙国必亡！哈哈哈哈！龙国这次必亡无疑。宙斯大人一出，居士无敌。龙国那狂妄的小子，他的嚣张日子到头了。宙斯，哼，尽管来，我倒要看看你们口中的至高神到底有多厉害。以万神之主的名义，以奥林匹斯最后的荣光，唤醒沉睡于时光长河中的至高神王。宙斯大人，恳请您降临凡尘，手执神罚之雷，审判这亵渎神威的东方国度。这就是奥林匹斯神话中那位万神之主的威压吗？太恐怖了！光是看着，我的灵魂都在颤抖。召唤武何事？尊敬的宙斯大人，国战开启，阿波罗、雅典娜两位诸神相继陨落，恳请您出手，覆灭龙国，重振神域的无上荣光。区龙国，弹指可灭。吾倒要看看是谁敢杀吾的属下。洪荒太妖族为尊，太一直天，万灵臣服。今逢异域神王在此作乱，有请东皇降世。
东皇太一、洪荒太古天庭之天地与妖皇帝君并立，执掌先天至宝混沌钟。钟声响，则天地失色，环域镇压。其肉身乃三足金乌，天生皇者，身具不灭混沌体，讽喻洪荒万灵亿万载。我的天！太古天帝执掌混沌钟，这就是我们龙国神话的底蕴吗？也太霸气了！东皇陛下威武，我们的帝王终于出场了！哈哈哈哈哈！这气场，这牌面，比那个什么狗屁神王强了10000倍！这下看他们还怎么嚣张！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比宙斯大人威压更强的存在？肯定是虚张声势。夸大其词，宙斯大人是万神之主，怎么可能比不过一个从未听说过的蛮荒天帝？是不是夸大其词？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着。你们所信仰的神王，在真正的皇者面前，是何等不堪一击！狂妄小儿，今日便让你知晓神王的威严不可侵犯。宙斯大人威武！这一击乃是神王之怒，定能将那所谓的东皇碾成齑粉。皇太一死定了，龙国你们就等死吧！这次你们可没有那么好运了。东皇太一大人，怎么还不动啊？神王的攻击马上就要压下来了，快躲开啊！哈哈哈哈哈哈！肯定是被吓傻了吧？面对宙斯大人的全力一击，他根本不敢反抗。垃圾！哈哈哈！这东皇太一面对神王的致命一击，肯定已经灰飞烟灭了。神王宙斯大人万岁！这怎么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这一击蕴含了神王权柄的全部力量，足以毁灭一个星系。他竟然毫发无伤地挡下来了！这么厉害的一击，东皇太一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哈哈哈哈哈哈！东皇太一的实力远超我们想象，东皇太一牛逼，混沌中无敌！什么狗屁神王，就这点攻击力，连我们东皇太一的一角都伤不到。就是垃圾玩意儿，还神王呢？哼，我以为多牛逼呢，结果就这。这就是我们龙国的底蕴，不是你们这种阿猫阿狗能碰瓷儿的，不自量力，死路一条！不，这不可能！这可是宙斯大人的全力一击，怎么会连他的一点皮毛都伤不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连神王的攻击都能完全无视？我们的星际战甲，我们的创世级科技，真的能对抗这种存在吗？我本以为你这所谓的万神之主能给我带来一丝乐趣，没想到你的攻击如此孱弱。如果你就这点微末的道行，那你可以覆灭了。我乃众神之王，宇宙的执掌者，你怎么会比我强？不可能，这不可能！宙斯大人一定要赢啊！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龙国东皇太一斩杀奥林匹斯至高神宙斯，覆灭北欧神系核心，积分加200万。龙国当前总积分580万，断层领先全球。连宙斯大人都输了，这怎么可能？我们最后的依仗都没了呀！龙国到底是什么聚集地？赫拉败退，阿波罗、雅典娜战死。啊！现在连至高无上的宙斯大人都打不过，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胜算了。太强了，龙国太强了，这根本不是人能对抗的力量。我们还打什么？纯属就是找死！万神之主都败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挡住龙国的脚步？我们是不是也快要完了？不可能！宙斯大人可是至高神，怎么会连一个蛮荒天帝都打不过？我们的神系彻底完了，最后的希望也没了。龙国的实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这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战斗。诸神都败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和龙国抗衡？这场国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们的失败。龙国疆域，从今往后，凡敢觊觎龙国者，无论你是主神还是霸主，无论你有什么底牌，皆只能死路一条。法克，不，米国绝不允许有人骑在我们头上。龙国，我一定要弄死你们！我还有底牌，我还有最后的希望。米国召唤者杰森触发远古血脉传承，觉醒永恒族之力，绑定永恒族文明，获得不朽体质与宇宙级能量掌控。永恒族诞生于宇宙之初，由天神族创造，全员具备不朽身躯、超凡力量与专属宇宙异能，无需修炼即可掌控毁天灭地的战力，是宇宙级的顶级战斗种族。永恒族，这是我们米国最后的希望。龙国召唤者江辰异常强悍，其掌控的洪荒力量已经压制全球。唯有你们能覆灭龙国，重振米国霸权。恳请各位出手，将龙国彻底从世界上抹去。区区凡俗国度，也敢搅动宇宙秩序？在我永恒族的力量之下，一切皆为蝼蚁。永恒族看起来好强，但龙国连万神之主的神王宙斯都能斩杀，他们真的能打赢吗？最后都输了，希望这次永恒族能创造奇迹吧，不然米国就真的完了。这永恒族的气息比宙斯还要强。江辰先生还在修炼，这次怕是麻烦了。相信江辰先生，但这次的对手确实不一般。希望士兵们能撑到江辰先生修炼结束。通知所有前线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永恒族战力远超以往任何敌人，务必小心应对，一定要撑到江辰先生吸收完金莲能量。将军放心，修仙体系加持下的士兵战力强悍，但永恒族的宇宙级能力确实棘手，我们会尽全力拖延时间。进攻！趁江辰还在修炼，一举覆灭龙国。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蓝星最强的主宰。
犯我龙国者，虽远必诛，杀！一群废物，连这种垃圾都无法解决。不好，敌军战力突然提升，所有人撑住！江辰先生马上就修炼结束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防线。废物就废物，就算提升了战力，也依旧不堪一击。该结束了。尔等竟敢伤我龙国人，找死！有点意思，竟然能突破到这种境界，但在强大的永恒族面前，依旧不够看。江辰，你修炼结束又如何？我们有10位永恒族，个个都是不朽之身，掌控宇宙级力量。你今日必死无疑，龙国也必将覆灭。一群蝼蚁罢了，也敢在我面前聒噪！狂妄，区区凡人，竟敢藐视天神府的造物！我要让你为你那可笑的傲慢付出代价！这是什么力量？我的宇宙之火竟然被完全压制了，连一丝能量都无法外裂，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永恒族的不泯身躯，竟然被他徒手捏爆了！我靠，江辰的实力也太强了！江辰牛逼！江辰先生，果然从没让我们失望过。我的天，江辰，他怎么会这么强？竟然比东皇太一还要恐怖！不朽的永恒族都能被他随手捏爆，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力量？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胜算。江辰的实力已经强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我们根本无法抗衡。龙国有我守护，尔等宵小之辈也敢来撒野。之前跟你们讲道理，你们不听，非要诉诸武力。哼！既然如此，那我也略懂一些拳脚，便陪你们好好玩玩。你们所有人一起上，能上多少人就上多少。毕竟你们这种蝼蚁弹指可灭，来多少我杀多少。可恶！谢特！所有人都拿出最后的底牌，一起上！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顶级智力，杀不死他一个人！尽管来，我江辰今天若是后退半步，那便算我输。
人再多，也终究还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狂妄至极！我们数十位神邸联手，就算你再强，也必死无疑！这也太强了！随手一挥就灭了数十位神明，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全完了，全完了，都完蛋了！米国彻底输了！太恐怖了！这种碾压一切的力量，我们做什么都是徒劳。龙国真的无敌了！文明国战最终决战结束，龙国召唤者江晨覆灭所有敌国神级战力，完成一统寰宇成就，奖励龙国永恒国运加持，全体国民获得大道庇护，免疫一切非大道级伤害，奖励混沌至宝混沌珠，奖励积分1亿，龙国积分断层领先，成为文明国战终极胜利者。从今往后，龙国为万邦之首，全球文明皆需臣服。从今往后，所有国家皆以龙国为尊，凡尊龙国秩序者，共享文明发展；凡敢违抗者，如同今日之敌，唯有死路一条。吾等愿臣服龙国，尊龙国秩序。这一战踏碎了漫天的冰霜与铁甲，这一剑斩断了诸神虚伪的繁华，少年的热血浇灌出永恒的芳华，鸿蒙之下哭我山河锦绣如画，这一心守住了万家灯火的牵挂，这一生愿随你走遍海角与天涯，管他异国的召唤还是民族的偏差，无限在的魂魄中将惊艳所有的刹那，等机甲轰鸣试图张亮大地的边疆，你淡然一直瓦解了冰冷的狂妄，傲顶的战帽迷失在自己的故乡，所有侵略的锋芒都在瞬间变得迷茫，动残了又魂躲不掉阶级的炙热，系统的辉光记录着守护的深刻，不是为了下路，而是为了这一刻，让我们的旗帜依然在巅峰重新闪烁。看那仗剑的躯壳往上吞噬黎明，寒冷着双巨人在北京疯狂挑衅，瑰丽的妖刀划破了平静的投影，但在我身后依然有为了点混乱送礼。这一战踏碎了漫天的冰霜与铁甲，这一剑斩断了诸神虚伪的繁华，少年的热血浇灌出永恒的繁华，鸿蒙之下哭我山河锦绣如画，即使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围攻，我们也绝不会在黑暗里随波逐流，你用远古的智慧补全了我的梦宫，我用青春的气量撑起民族的英雄。这一战踏碎了漫天的冰霜与铁甲，这一剑斩断了诸神虚伪的繁华，少年的
这一心守住的万家灯火的牵挂，这一生愿随你走遍海角与天涯。管他已过的召唤，还是命途的偏差。无千载的魂魄，终将惊艳所有的刹那。系统归于平静，万象始于太平。你我并肩的那个黎明，是这盛世最美的缩影。欢迎来到洪荒世界。